由于天气原因造成了航班延误，我们深感抱歉。我们已经接到调动中心指示，飞机很快将要起飞，请您尽快放置好行李就座。我仅代表全体机组人员对您的理解与支持表示感谢。Dear passengers,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, please? We are extremely sorry to announce that due to the weather, our flight has been delayed. 没买到头等舱。 你在跟我说话啊？看你这身行头，也不像是坐经济舱的人呐。你是刚从国外回来？您怎么知道？我看你租了 WiFi， 应该是还没换国内的手机卡吧？您这个观察力挺不错的呀。做什么的呀？我是做人力资源的。猎头？算是吧。厉害厉害！哎，幸会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做 IT 的，在国外待了小10年了。 每时每刻这样的片段都在离我们或近或远的地方上演。如果不是接下来的故事提醒你，你可能永远也不会意识到，某一位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人，看似普通，甚至毫不起眼，却有可能背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繁华喧闹，充满活力，生生不息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。这个奔腾向前的时代，像一艘大船。 载着我们在深不见底的海上航行，一切宁静平和，常常只是一种表象。航船所向，也许钱流深涌，危机四伏，只是很多人沉迷安乐，习惯遗忘。这个世界，这个时代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延续着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有人决绝地恪守正义，也有人跌入罪恶的深渊。 一时的宁静，并不意味着危机远离。当你正安享这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很有可能，你就站在暴风的中央。队长。 现在时间是5点17分21秒、22秒、23秒。安哥，4个小座椅全部就位，航班大概10分钟之后降落。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进行最后一次行动简报。我们这一次的目标是一个国际商业间谍，绰号 Blaster， 真实姓名不详。由于情报有限，我们并不知道他来双清的目的。不管怎么说。 这一次任务是省厅直接下达的，大家都不要掉以轻心。明白。记住这一次的行动原则，这一次跟踪、监视，所以无论如何不要暴露自己的行踪。宋局来了。各就各位，随时待命。是。 安哥，目标出现。各小组注意，按计划行动。 A 组收到 ，B 组收到 ，C 组收到 ，D 组收到。目标上了出租车。
科长，画面是否清楚？清楚，注意保持车距。明白。呀，怎么了？我行李忘拿了，麻烦你一下，咱们回去一趟吧。好的。科长，目标车辆即将驶出主路，是否继续跟踪，请指示。先撤出，我用天眼系统继续进行跟踪。明白。 A 组目标改变行进方向，准备按计划行动。明白。小鸡子，妈！哎呦，儿子你怎么回来了？进屋说吧。哎，好，走，来，宝贝给我，来，慢点。没事。沉不沉呀？不沉。哎，爸在家吗？啊，在呢。啊。哎呦，来。妈啊，我都30了，你怎么还叫我小名啊？哎呀，你就算是60了，你不也还是我儿子吗？哟，儿子回来了！哎呦，哎，你洗手了没有啊？洗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啊？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真是惊喜！来，坐下。哎呀，工作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。哎，儿子，你怎么又一个人回来了？妈，我这刚回来您就问东问西的，您让我喘口气好不好？哎呦，哎，那你这回能住多久啊？啊？这个不太好说，还没一定呢。哦，对了，你又买东西了吧？跟你说多少次别买，花那冤枉钱。没买什么贵的，都是一些护肤品。给你。哎呦，这个呀，哟。啊，这个是抗皱面膜，你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敷上啊。哎呦，好嘞，谢谢儿子。你看这个剃须刀特别好，哎，你那都用了太多年了，也该换了。我这还用得好好的呢，就不知道节省。哎呀，行，拿着吧，这样儿吧。哎，儿子，来，来坐下。哎，你吃饭没有啊？在飞机上垫了点。哎呦，飞机上那叫什么呀？家里还有饭，我给你热开。哎，谢。什么呀？儿子刚回来你就给吃剩饭呀？哪有你这样的？真是的你！哎，儿子，妈带你到市场，咱们去买海鲜，你想吃什么，妈给你做。好嘞。爸妈，这样我先去回个工作邮件，很快啊。哦，行。哎，成。哎，那你动作快点，妈等你啊。知道。不着急，都回家了，真是。哎，我说你真是个抠门，而且刚回你这心疼儿子给吃剩饭吃。
目标更换黑色雪佛兰轿车，车牌号2A9210。你说你买这么多菜，咱们吃得完吗？吃得完。怎么啦？妈，这操场是新修的吧？啊，去年修的。你说你多久都没回来了？唉，也不知道现在小学生还补不补课。我记得我那年特别惨。我哪知道啊？我又没有上小学的孙子。要不然，我给您带一个回来，4省的，要不要？真没这个的。看来我这辈子想抱孙子是没指望。妈，咱们家现在还有酒吗？有啊。红酒也有。哦，红酒没有了。这样吧，我呢去买2瓶，你陪我喝点，好不好？哦，行。那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妈，您拎得动吗？拎得动，我身体好着呢。行，那个什么，你快点回来啊，我赶紧回家做饭啊。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慢点妈啊。哎，好了啊。一会儿见。哎。马上！真的是你啊！贾石！哎呦喂！哎，放我下来！干嘛呢你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。你这是进电视台了？哥们儿现在是双擎台王牌摄影师。哟，厉害厉害！哎，你呢？大学毕业了就没有音讯了，还在北京呢。哎呀，这不没混出个人样来吗？也不好意思和老同学们说。什么行业啊？还是内行，猎头。人脉广啊，这都叫没混出来？我看你啊，就是瞧不上我们这些回老家的同学。哎，怎么聊天呢？损我是不是？哎，你是不是还不知道呢？知道什么？咱高中班主任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肺癌，明天就下葬了。明天下午3点，桃园公墓，能通知的同学我都通知了，送老王最后一程。知道了，我一定到。得嘞，明天见，走了。嚣张。安科，收到，请回话。收到，请讲。目标突然降速，把我碰到前面了。
现在变成他跟着我了，很明显是在试探。我看到了，请确定你的组员是否已经到达预定地点。确定，我会在下个匝道退出，他会接替我继续跟踪。收到，立刻执行。明白。 我已抵达预定地点。收到，我已做好接手准备。目标已通过匝道，继续前行。明白，我正在进入。 A 组注意保持车距。收到。老六，你现在在什么位置？我在安远桥路口待命。立刻进入主路，保持最低车速。目标车辆大概会在3分钟之内出现。你接替 A 组继续进行跟踪。收到，立即执行。宋局，目标真的只是个商业间谍吗？情报是这么说的。 应付这样的人，我需要更多信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是我对你隐瞒了情报？到目前为止做得不错，继续吧。科长，目标车辆进入百威年商场地下车库。立刻给我调出百威年地下车库的所有监控画面。明白。C 组原地待命，其他小组全部赶往百威年商场。科长，找到了。 安哥，各小组已到达指定位置。收到。目标车辆现在进入地下3层 F2区3209车位。B 组进入车库继续跟进。A 组、C 组进入商场。D 组商场外待命。明白。 安卡，商场地下有地铁站，我请求到入站口待命。A 组前往地铁口待命，其他小组任务不变。等一下，谢谢。小事儿。 你去几层啊5层。哦。看电影去啊？啊。哦。我在 W1电梯，目标在1层下了。
老六、小李，你们赶快撤出来。杜猛，目标可能往你那边去了，地铁人员复杂，你做好准备。 到站双清电视台站，请需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。Next station is Shuangqing Broadcast Corporation. Please get ready for your arrival. 没事吧？没事，通知技术科接入天眼系统，寻回目标位置。收队。哎，我让你回去写行动报告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次的行动失败，责任都在于我。 但是我认为在行动中有几点疑点，我希望您在向省厅汇报的时候可以加进去。你说，首先，省厅已经掌握了目标的航班信息，说明已经知道了对方的伪装身份和姓名。那为什么给我们的情报里并没有提供？既然是伪造了，提供的有什么意义呢？当然有意义。有了这些信息，我们就可以查到租车、酒店还有银行相关账户这些记录。这个不成立，他就不会变换身份啊。 如果省厅已经知道对方有多个伪装身份的话，就说明省厅已经做出了判断，对方目标不好对付。你让我画哪？我没有在绕谁的话，我也没有在说是谁的问题。现在的情况是，目标急于确认周边安全，我怀疑他很有可能在双清实行犯罪行为。那好，等技术科的线索出来再说。 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先回去写行动报告。从我们收到指令到飞机降落，中间我们准备的时间只有6个小时。如果不是因为飞机延误，我们只有3个小时，可能任务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。还有，我们这次没有足够的时间派人跟着目标上飞机，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已经在飞机上跟自己的同伙接头了，
还是根本就是调虎离山？说起数据，您比我更清楚，至少有10%的接头都是在飞机上完成的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好，办理入住吗？啊，有预定。好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先生，可以入住了。啊，谢谢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回来了啊！今天店里关得早，我过来看看你。还没吃饭吧？您最知道了。来卤来了，哎呦，这还真香哎！来，妈给你弄。啊，最近工作是不是压力很大呀？没有啊，一切正常。跟妈也不说实话。哎呀，妈，我干国安这行干了6年多，我觉得第一次任务失败了。什么原因啊？妈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能说细节。哎呀，我也没问你意思。好吃，好吃吗？多吃点。安安，具体细节妈就不问你了，你能不能告诉妈，这次行动危不危险？哎呀，不危险，您放心吧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你调的技术可以挺好的。妈，我考虑过，但我觉得啊，这事儿真不怪我，要怪就怪呢，我爸这人吧，他基因能力太强大了。他这多动症全遗传给我了，我要调到技术科，我真坐不住啊。哎，妈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刚才我来的路上，碰见你们吴校长。他最近怎么样？他还挺好的，只是我听他说，你们高中的王老师走了，是肺癌。
沈慕谦。找地方坐一会儿啊。今天不行，改天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王老师，小的时候您骂我最多，长大之后，我才知道那是关注。王老师，你辛苦了，谢谢，一路走好。你是哪天回来的？昨天。听说你毕业以后一直在北京工作。对，在北京。你呢？就在双京，事业单位。挺好。头3年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可是谁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。3年之后，有人告诉我，说在大街上看到了你，说你看起来挺好的，就是瘦了很多。马上。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。我知道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别的什么都不重要。我现在就是想知道，当年你为什么不辞而别？工作上的事儿，我可能要先走了。谢谢你一直担心我，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也不想再提了。
前天，你打算跟我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小子可以啊！上车。你这个点子不错，目标已经认定，他摆脱了跟踪，肯定会继续行动。对付这种人，我们总得多想一层。今天，总部派来了精兵强将，我对这个任务可有信心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市局10几个人都被甩了，你们俩是怎么盯住目标的？其实特简单啊，这帮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，但咱们的技术也没原地踏步，用的是放射性同位素跟踪装置，不怕被发现？因为这个是液态的，其实也就只有指甲盖这么小一瓶。我找机会放在了目标身上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子轩带着定位设备，能够在范围300米之内直接锁定目标。但是这个技术就有一个缺点，放射性跟踪源衰减得很快。等到目标进入酒店之后，差不多都已经消失了。这个目标不简单啊，他一路上刻意的在避开监控，而且时不时的更换步态特征，这明显是在躲避天眼系统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回合你们赢得漂亮，要再接再厉啊！天天，那个 DS 材料真的有那么深吗？你了解多少啊？简单的说，应该和精确制导技术有关系。这个技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吗？现在的精确制导技术是指哪打哪。这完全是2个概念。民用领域先不说，单说军事领域吧。你想象一下，100公里范围内的制导误差降至厘米，甚至毫米范围内，会发生什么？你想象一下，现在有一架远程无人机，在2万米的高空掠过，它的制导系统直接锁定了你，并且向你发射了一枚特殊导弹。这枚导弹非常的小，它不需要搭载任何的爆炸物，也不需要太多的助推燃料，它只需要通过地心引力来获得冲击动能。这个时候，你不可能知道自己已经被定位，也不可能知道弹头的落点就会直接定在你的右边。有那么深吗？放心吧，你呢根本就不值这钱，这事落不了道上啊。嘿，他说的有点夸张，但原理不假。这种材料对制导技术的提升及应用，几乎不存在想象的边界。好了，我们跟进一下最新的情况吧。先从有可能合作的同事开始。双溪市国安局？对，都是侦察科的骨干。安静。也许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，像只是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，一缕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，燃烧青春，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。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，像千万个和你一样的赤子，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，哪怕付出生命，也永远不忘初心。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
哪怕一生无名。